带领者培训课程第3课，如何面对质疑与拒绝。那天他刚从咖啡店走出来，阳光正好，信心也正好。他刚与一位慕道朋友谈完信仰，分享了耶稣如何改变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以为对方眼中闪烁的是感动的光，但对方只是点点头，然后淡淡地说：我知道你很真诚啦，但你不觉得这些东西有点太像童话故事了吗？这年头谁还相信有神啊？他笑容僵住了，几秒沉默后，对方又补了一句：说真的，你这样是不是被教会洗脑了啦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点点头离开了。走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却满满是翻搅的声音。我是不是太唐突了？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？如果他这么聪明都不相信，我是不是太傻了？你是否也曾有类似的经历？明明是满心的爱与关怀，却被当成说教；明明只想分享盼望，却被冷言冷语回绝。这一刻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辩论的技巧，而是属灵的韧性与智慧。拒绝不是针对你，而是防御内心的疑惑。很多时候，慕道者的拒绝看起来像是对你个人的否定，其实不然。他们拒绝的不是你，而是那个可能会改变他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选项。他们不是不想相信，而是还没准备好放下现有的安全感。他说这不科学，其实是在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我以前相信的就全错了。他说我不需要宗教，其实是在问，万一这是真的，那我是否必须面对我从未处理的伤口？他说这太极端了，其实是在掩饰，如果我走进这条路，朋友会怎么看我？家人会怎么想？质疑往往是寻找的包装，拒绝往往是害怕的保护壳。我们若太快反应，反而打碎了这个尚未准备好的土壤。但如果我们能听懂里面的声音，就能陪它慢慢的松动，慢慢的转向。在这个什么都可以比较的时代，人们面对信仰也像逛网拍。这个宗教的优点是什么？这个信仰有副作用吗？会不会被骗啊？退货机制是什么？人不喜欢被推销，也不喜欢不确定感。比起马上买单，他们更习惯先犹豫、怀疑、观望， Google 再3轮。这种文化形塑出来的慕道者，对于任何绝对真理本能的防御。因此，我们分享福音的语气与态度，就不能像卖东西的人说，这个真的好，你快买，而应该像一位过来人轻声说，我走过那条路，它改变了我，我不强迫你走，但我愿意陪你看看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不是也有点让你累了。这样的邀请比1000句证明都来得有力量。3个应对拒绝与质疑的关键态度。1. 被拒绝不代表你失败了。耶稣自己也被拒绝。有一次，他在自己的家乡传道，人们却说，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？于是他在那里行不了什么神迹。马太福音13章53到58节，他的爱与真理是完全的，却仍然被质疑与否定。我们的使命是忠心，不是成交。
有时候你今天播下的种子，10年后才会发芽，所以每一次拒绝不是终点，而是某个人灵命旅程的一部分，而你有幸参与。2、质疑是转机的前奏，而不是障碍。如果一个人愿意开口质疑，代表他愿意思考，比起冷漠无感，质疑反而是门微微打开的迹象。遇到质疑时，不要急着回答，先听再问。你会这样想，是因为曾经有不好的经验吗？你对神这样的看法是从哪里听来的？如果信仰是真的，你希望它能改变你生命的哪一部分？你不是要为上帝辩护，而是帮助他认识上帝不是他以为的那样。3、给空间，也给出坚持。有时候最爱我们的人会最拒绝我们的信仰，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最好的朋友，他们说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不要再讲了。这时候我们会很痛，但也是最该学会退一步的时候。退一步不是放弃，而是信任圣灵会继续动工。我们可以改为生活上的爱的见证，坚持爱他，陪他，祷告中的代求，求主打开心，话语上的节制，不强迫，不讨论，但不否认自己的信仰。记住，爱不必天天讲，但不能突然消失。有一位姐妹分享，她的哥哥多年来都不愿听福音，每次一谈到就翻白眼，转话题。她一度以为哥哥心很硬，直到有一天，哥哥突然说，其实我有在看你 PO 的经文，我也有在想，只是我怕一旦相信，就得改变太多。她才发现拒绝不是因为不信，而是因为还在挣扎。结语，耶稣也经历过，我们就不孤单。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约翰福音15章18节，他明白我们被拒绝时的痛，他也知道质疑声音的重量，但他仍然选择去爱，去寻找失丧的灵魂，哪怕被拒绝70次，也愿意为那一次的接受而等待。愿你也有这份韧性，在拒绝中仍爱，在质疑中仍盼望。